叫蒜焖羊肉。蒜焖羊肉好，不加任何香料，就是大蒜和羊肉的结合。以前我就没觉得这羊肉跟大蒜结合这么好吃过，现在我是爱上它了，爱上了。这羊肉选呢，一定要选1年以上的羊，羊肉选择是很讲究的。你要是羔羊不行，它没这口感，对，没有这口感。羊肉选的部位呢是羊腩或者是前腿。这个1年以上的羊肉最主要好吃，筋斗，对，刀工还是挺整齐啊，刀工一致。别活，吃之前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浸泡的过程。之前我已经给它浸泡了几个小时了，然后咱们再给它清洗一下，把这血水给它拔。对。然后今天咱这个菜呢，就是前期处理的时候很关键，因为这个肉呢是冻卷，是冻肉，啊，经过冷库的羊肉呢，一定要在处理的时候呢要仔细一点。其实为什么内蒙羊肉好吃啊？一般人就现宰现炖。对，这个羊肉啊，您要是鲜肉，您就不用这么煮，就直接上水，就直接给它煮就行了，加盐。对。但是这肉一冻完了之后，它这个腥膻味它就加重。对，因为血水在里边闷着。啊。现在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实践，一个羊肉一个鸡就不能动，还有胳膊，只要一动就完。大家看一眼啊，这肉呢一定要冲到水清了，然后这时候咱们凉水下锅了。对，这肉要是不清的话，说句实话，吃的这个味道啊是差远了。鲜肉您没必要，鲜肉您怎么煮它都是清的。这肉筋头筋爪的好吃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我每回吃我都愿意吃那个羊腩这块儿，或者那个前腿儿。羊腩啊、牛腩啊，这都好吃。趁这机会，我先把大蒜切了，这个火不能闲着是吧？对，咱们这个蒜量一定要大啊，有半斤多。半斤多。中间给它破开就行，切2半。对，第一这样好出味儿，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蒜呢，它的个儿不能大过主料去。这道菜啊，最早我吃的时候是在西北吃的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结合咱们北京这块的口味，又重新给做了一个调整。这个汤出来呢是奶白色的，我们在当地吃的时候是清汤的，都是鲜羊，咱们比不了。然后这个羊肉就那个咱们这个冻卷一试呢，哎，做出奶白汤来了。哎，我说这菜有意思了。这个没有这么多香料，对，不能把羊肉的味儿给它盖了。以前呀，就是说什么这汤你可以留原汤，但是今天呢，这可能今天咱要用纯净水。亮子，我这有我自己的看法啊，我估计大爷能赞同我。比如说我要做清汤的这种羊肉，就是炖的汤也不要，完全换成调好的清鸡汤，然后再合成之后，哎呦汤巨鲜，肉呢特别香。大爷他们做狮子头，对，慢慢也发展了。原来就是原汤，现在换成清鸡汤啊，要不搁点菌汤，它也在随着人的需求在发展了。咱们店里边卖的那个清鸡汤羊蝎子啊，一直反应特别好。行了，这开锅就行了。哎，对，因为你是冷水下锅嘛。您看刚才这个肉看着是不是觉得特别肥啊？你看这回做完了之后，这个肉，对，羊腩这块啊，肥瘦相间，然后筋也多。就适合炖的、烧的。这个汤底啊，一定要用纯净水。对，用好水，这个不能将就，或者净化过的水也行。大爷，这羊肉我试过什么？大爷知道吗？那时候80几年，大爷就做羊肉，知道大爷？就那老黄金扔进半只去，那羊肉巨香，绝对的，是吧？对。老梁，你还得把老的传统给弄出来。好啊，要结合一下。哎，那绝对特别香的羊肉。不夸张的说呢，你师傅是个神人。敢想才能做好东西啊！对啊，这个羊肉一定要洗它2遍到3遍，因为这个步骤是很关键的一步啊。一些网友啊说我们这儿羊肉没有你这么费事，咱们在家里边呢，就是不比产地资源这么优势，一定要给它处理的干干净净。您店里边卖也是啊，您出来好吃才行。嘿，这就行了。这个水一开，往里边一搁就行了，就齐了。哎，这个辣椒啊，放4个就行了，1斤肉放1个，这是4斤肉。水开了，直接往里边一放。加什么调料吗？什么都不加，连盐都不用加。酒呢？酒也不加。对，这汤多清凉啊！开火。哎，压了45分钟，又焖了25分钟。哎呀，真辣了，倍儿烫。哎，拿布。
我给你拿，哎哎哎，我给你拿，快！其实它也烫，我还真不烫。咱们这个上面它要是有油，不要哎，打掉去。哎，好，啊，下一步先给它捞出来啊！不要了，葱姜没有，就搁了4个辣椒，嘿，原汁原味。进行下一步啊，煸蒜，别看，那半斤蒜。这个油不要太热，花生油，稍微让它有一起泡就行。中火，千万不要油太热再下蒜，就是让它凉一点，别让它上色，表面一起泡透了就行了。对，这蒜出来应该是跟肉的颜色差不多，让它吃的得特别的面。哎，这就行了，看了吗？好，就是您照一下，对，全都起小泡了。哎，哎，也不能让它上色，一上色这火就大了，把火加大。哇，嘿，这小锅翻的，它有一个煸炒，这个原汤啊，往里边加的时候一定要缓慢的往里加，冲进去，对，一点一点往里加，大火推开呢，全都翻开了。是边收边加。对，这一步是很关键的。师傅，您看看这汤，奶白汤，嘿，说句实话，当时我在人家西北这儿吃这菜的时候，人家是清汤，但是人家做的手法啊，我都是按照人家手法做的。这个汤呢，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加，实际上在收汤收汁。对，正常情况下就是大火的话，这汤比那还浓。对，它为什么逐步加汤？因为它这温度达不到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你要一下什么你都出不出来了。你看刚才他也我起这么多遍，目的就是为了要这个汤，汤的品牌，就要这汤。对，奶白汤，再来一勺。诱人啊！有人，刚才咱们一点盐没有，咱们调口的时候这样就给它调够了，2勺盐啊，10克左右。这个胡椒粉的量一定要达到这样。对啊，最关键的就是它了，因为这个菜主要突出的就是它胡椒了，就是胡椒的鲜味，就盐和胡椒，这个鲜度要比放味精还好。出锅，咱们这个菜呢是这么呈现，这叫装洋蒜。来说，哎，嘿，这菜真是。别皱眉头，兄弟装了，这是装了。哎，这蒜，这个蒜您吃的特别就是特别滑，而且到嘴里特别细腻。大爷，你知道这有什么特点吗？嗯，你知道吗？这菜做的，这独树一帜，味道呢非常突出，是吧？大蒜和这个羊肉这个融合，啊，融合的好。所以说这做菜的，其实我们做菜不管多少种调料，多少种烹调技法，最后这菜的境界就出的就是融合。啊，你这融合达到了高度了。实际上我是不太爱吃这个炖羊肉的人，烤羊肉串、爆羊肉、涮羊肉都行，但是这种炖的，不管是红烧、清炖，我实际上不太喜欢的。但是今天太喜欢了，用料简单，但是原料不简单。它调味调的太到位了。你看什么都没有。按这个二白说的啊，调水也好，调情也好，调味也好，它调水调的好，他调水用的纯净水，纯净水。好的上等的前腿羊腩羊肉，加上这么一大碗大蒜，没有花椒，没有葱姜，没有料酒，没有香辛料，就是2个原材料的融合，巧夺天工，彰显异象。好，今儿我也看出来了，这么多年他跟着我，是不是？我们相识这么多年，他尊重食材，对，这个了不起了。首先尊重师傅，尊重食材，尊重食材才能尊重别人。哎，你连食材都不尊重，能做出好菜来吗？好，李小亮，谢谢，谢谢。